台北马偕儿童医院的新生儿加护病房，灯从来不关。墙上的时钟指向凌晨2点17分，走廊尽头的自动门每隔几分钟就会划开一次，值班护理师踩着无声的软底鞋进进出出，保温箱的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数字，心跳、血氧、呼吸频率，一排排冰冷的数据守着一排排更冰冷的小生命。陈建宏医生坐在护理站前面病历，眼眶底下2道乌青快要比黑眼圈还黑。他今年34岁，在马偕儿科待了7年，看过无数个巴掌大的早产在保温箱里挣扎求生。按理说他早该习惯了，但今晚不一样。今晚产房送来一个让他整晚都坐不住的女婴。陈医师，3号保温箱的数值又掉了，值班护理师小雅探头喊了一声。陈建宏站起来，走到3号保温箱前。箱子里躺着一个小小的女婴，皮肤薄得几乎透明，隐约能看到底下蓝色的血管像蛛网一样爬满四肢。体重登记栏上写着980公克，不到1公斤。31周早产，妈妈有严重的子癫前症，送来的时候血压飙到180，剖腹产的时候胎盘已经开始剥离。呼吸又慢了，小雅皱着眉，刚才掉到20以下。陈建宏戴上手套，小心翼翼地调整保温箱里的氧气管路。女婴的小脸皱成一团，像是连呼吸都费尽了全身力气。他轻轻碰了碰她的小手，那只手还没有她的拇指大，指甲盖像一片薄薄的透明贝壳。撑住啊，妹妹，他低声说。这是他今晚说的第6次撑住，前面5次有2个孩子没撑过去。他回到护理站，重新坐下来翻病历。新生儿加护病房的夜班总是这样，安静的让人发毛，却又随时可能响起刺耳的警报声。他记得实习的时候带他的老主治说过一句话，在 NICU 最怕的不是机器叫，是机器突然不叫了。陈建宏揉了揉太阳穴，再过4个小时就交班了，他需要撑住。就在这时候，3号保温箱的方向传来一个声音，不是警报，不是机器的哔哔声。陈建宏抬起头，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不要，很轻，很细，像一根针掉在棉花上，但确实是声音。他转头看向小雅，小雅也正看着他，脸色刷白，手里的记录板差点掉在地上。陈医师，你有听到吗？陈建宏站起来，一步一步走向3号保温箱。他的心跳突然快起来，快得能听见血液撞击耳膜的声音。保温箱里，那个不到1公斤的女婴睁着眼睛，她的眼睛还不太能对焦，灰蓝色的瞳孔茫然地望着上方，像所有刚出生的早产儿一样。但她的嘴唇在动，1下，2下，然后在陈建宏把耳朵凑近保温箱的那一瞬间，他清清楚楚地听见了。不要，救我！陈建宏的脑袋轰的一声炸开了。他往后踉跄了一步，后腰撞上旁边的仪器车，哗啦啦一阵乱响。小雅尖叫了一声，手里的记录板终于掉到地上，啪的摔成2半。陈医师，小雅冲过来扶他，你怎么了？陈建宏张着嘴，指着保温箱，手指在发抖。他说话了。小雅愣了一下，什么？他说话了。陈建宏的声音拔高了8度，在寂静的 NICU 里回荡，这个婴儿他刚才说话了。小雅的表情从惊慌变成困惑，再从困惑变成担忧。她看了一眼保温箱里安静躺着的女婴，那孩子现在闭着眼睛，呼吸平稳，心跳恢复到正常范围，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、弱小的，随时可能离开人世的早产儿。陈医师，小雅小心翼翼地开口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要不要去休息一下？我没有听错，陈建宏抓住他的手臂，你刚才也听到了对不对？你说你有听到吗？你明明也听到了。小雅的嘴唇动了动，没有说话。NICU 里其他几位值班的护理师也围了过来，有人去检查3号保温箱的仪器，有人递了一杯热水给陈建宏，有人低声打电话给值班的主治医师。陈建宏坐在护理站的椅子上，双手捧着那杯热水，指尖还是冰的。他没有疯，他确定自己没有疯。那个女婴，那个出生不到12个小时，体重不到1公斤，
全身插满管子的早产女婴，她用清晰的中文说了一句话：不要救我。早上7点，交班时间。新生儿科主任林佳莹医师赶到的时候，陈建红已经在护理站坐了4个多小时，一口水没喝，眼睛瞪得跟铜铃一样大。建红，你脸色很差。林佳莹拉了一张椅子在他对面坐下，压低声音：小雅跟我说了昨晚的事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陈建红的声音沙哑。林主任，我在 NICU 待了7年，我分得清楚什么是机器的声音，什么是人类的声音。那个婴儿，3号保温箱的女婴，她说了2个字。林佳莹沉默了几秒。她是台大医学院毕业的，在儿科领域待了快20年，见过各种各样的病例，早产、先天性心脏病、脑麻、罕见疾病，但她从来没有听说过新生儿开口说话的案例。医学上来说，她缓缓开口，新生儿的声带和喉部肌肉还没有发育完全，不可能发出有意义的语音。就算是足月儿，也要到4到6个月才会开始牙牙学语。我知道，陈建红打断他，我知道这不符合医学常识，但我听到了，小雅也听到了。林佳莹叹了口气，小雅说她不肯定，那是因为她被吓到了。陈建红的声音又拔高了，引来旁边几个护理师的侧目。他压低声音：林主任，你去看看那个孩子，你去看看他，我觉得他不对劲。林佳莹站起来，走向3号保温箱。女婴还在睡，她的胸口随着呼吸机的节奏微微起伏，心电图上的数字稳定在每分钟140左右，血氧浓度 95%， 对于一个31周的早产来说，这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数值了。林佳莹隔着保温箱的透明罩子看了很久，看起来没有异常，她转头对陈建红说：数值稳定，外观正常。话还没说完，女婴的眼睛睁开了。林佳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，那双眼睛灰蓝色的，还带着一层薄薄胎膜的眼睛，直直地望着她，不是新生儿那种茫然的无法对焦的目光，是直直的，像一个成年人那样准确地有意识地看着她的脸。然后女婴的嘴唇动了，林佳莹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她听见了，清清楚楚的，她听见那个不到1公斤的女婴用一种奇异的细如蚊蚋的声音说：你们听得到我说话？林佳莹的膝盖一软，整个人往后倒，后脑勺咚的一声撞在身后的墙上。林主任，几个护理师冲了过来。林佳莹坐在地上，脸色比白纸还白，她张着嘴，手指颤抖地指向保温箱。打电话，打给精神科，不对，打给院长。他深吸一口气，终于找回自己的声音。把3号保温箱隔离，消息封锁了3天。3号保温箱被移到 NICU 最里面的独立隔离间，门口贴上了感染控制的牌子。实际上只有4个人被允许进入：林佳莹、陈建红、院长吴明德，以及院方从台大紧急调来的神经内科权威周正国教授。周正国70岁了，头发全白，戴着一副金边眼镜，讲话慢条斯理，在医学界待了40多年，什么怪事都见过。但当他站在3号保温箱前面，听着那个女婴用清晰的国语跟他说你是谁的时候，他的手还是抖了一下。难以置信，周正国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又戴上。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，这完全不可能。新生儿的大脑皮层还没有发育到能够组织语言的程度，更不用说理解语言的意义。但他确实说话了。陈建红站在旁边，双手抱胸：周教授，我们4个人这3天分别在不同时间进来过，他每一次都说话，不是随机的发音，是回应性的对话。周正国沉默了很久。有录音吗？录了。林佳莹从口袋里掏出一支录音笔，但很奇怪，录音笔录下来的只有杂音。我们试过手机、摄影机、监视器，所有设备录到的都只有背景噪音，没有人声。周正国的表情变了。只有你们听得到？对，陈建红点头，只有当场的人听得到。隔离间里安静了整整1分钟，最后是院长吴明德打破了沉默：周教授，你觉得这是医学现象，还是……他没把话说完。
但在场每个人都知道那个还是后面是什么。周正国重新看向保温箱，女婴又睡着了，小小的胸口一起一伏，像一只脆弱的小动物。她看起来那么无辜，那么需要被保护，无论如何都无法和会说话这件事联系在一起。我需要做一些检查，周正国说，脑部超音波、核磁共振、脑电图，全部做一遍。如果查不出生理上的异常，他顿了顿，那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其他可能性了。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，台北下着大雨。陈建宏站在医院的窗边，看着雨水砸在玻璃上，蜿蜒成一条条扭曲的水痕。他已经连续值班5天，黑眼圈深得像是被人揍了2拳，但他不敢回家。他怕回家之后睡着了，醒来发现这一切都是梦，或者更糟，醒来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。建宏，林佳莹走进办公室，手里拿着一叠报告，周教授的检查结果出来了。陈建宏转过身，怎么样？林佳莹把报告放在桌上，表情复杂。脑部结构正常，发育程度符合31周早产儿的标准，没有肿瘤，没有出血，没有异常放电。脑电图显示的脑波活动也完全正常。正常，陈建宏皱眉，那不就是说从医学上来看，他是一个完全正常的早产儿。林佳莹的声音很轻，除了他会说话。2个人沉默的对视，窗外的雨越下越大，打在屋顶上发出闷响。办公室的日光灯嗡嗡作响，像一群烦躁的苍蝇。林主任，陈建宏终于开口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孩子到底是什么？林佳莹没有回答，她走到窗边，看着外面的雨幕，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，他妈妈今天醒了。陈建宏愣了一下，女婴的母亲剖腹产之后，因为子癫前症的并发症，在加护病房躺了5天，今天早上终于转到普通病房。你要去见她吗？林佳莹问。陈建宏想了想，点头。他总该知道他的女儿会说话。妇产科病房在7楼。陈建宏走到703号病房门口的时候，听到里面有人在哭。他敲了敲门，里面安静了几秒，然后一个虚弱的声音说，请进。他推门走进去，病床上躺着一个30出头的女人，脸色苍白，嘴唇没什么血色，头发凌乱地披在枕头上。她的眼睛红肿，显然刚才哭过。床边坐着一个男人，应该是她的丈夫，握着她的手，表情疲惫而担忧。你是？女人看着陈建宏胸前的识别证，儿科，陈医师。是我。陈建宏拉了张椅子在床边坐下，林太太，我来跟你说一下宝宝的情况。林太太的眼泪又涌了出来，宝宝怎么样了？他们一直不让我看他，说要隔离，宝宝是不是？宝宝活下来了。陈建宏赶紧说，他很稳定，体重也在慢慢增加，虽然是早产，但他的各项指标都在好转。林太太松了一口气，但眼泪还是止不住。那为什么不让我看他？陈建宏看了林先生一眼，林先生对他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直说。陈建宏深吸一口气，林太太，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可能很难让人相信，但我向你保证，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他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从那天凌晨2点17分，他听见第一句话开始，到这几天的隔离、检查、录音失败，全部说了。病房里安静的可怕，林太太的表情从困惑变成震惊，再从震惊变成恐惧。她的嘴唇颤抖着，手紧紧抓住丈夫的胳膊。你是说我的女儿会说话？是的，她才出生不到1个礼拜。我知道。林太太转头看向丈夫，林先生的脸色也很难看，但他紧紧握着妻子的手，没有说话。这不可能，林太太喃喃地说，这不可能，小孩子怎么可能刚出生就会说话，这不合科学。我知道这不合科学，陈建宏说，但这是事实。我亲耳听到的，我们医院的主任、院长、台大教授都亲耳听到的。林太太的眼泪又流了下来，这一次不是悲伤的眼泪，是恐惧的眼泪。他说了什么？他颤声问。陈建宏犹豫了一下，他说不要救他。
病房里的温度仿佛瞬间降到了冰点，林太太的脸色从苍白变成了死灰，她的嘴唇张了又合，合了又张，像一条被捞上岸的鱼。最后她说了一句让陈建宏浑身发冷的话，他知道。知道什么？林太太没有回答，她把脸埋进枕头里，发出一声压抑的撕心裂肺的哭喊。林先生站起来对陈建宏说，陈医师，麻烦你先出去一下，我太太需要一点时间。陈建宏走出病房，门在他身后关上。他站在走廊里，听着门后传来的哭声，突然觉得这个世界他好像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。3天后，陈建宏在医院餐厅碰到了林先生。林先生一个人坐在角落里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，眼睛盯着桌面发呆。陈建宏端着餐盘走过去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在他对面坐了下来。林先生。林先生抬起头，挤出一个勉强的笑容，陈医师。林太太还好吗？林先生沉默了一会儿，摇了摇头。不好。他这几天几乎没睡，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，半夜会突然惊醒，说听到宝宝在叫他。陈建宏的心揪了一下。林先生，有件事我想问你很久了。他放下筷子，认真地看着对方。那天在病房里，林太太说她知道，她说的是什么意思？林先生的手指在咖啡杯上敲了敲，发出轻微的哒哒声。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陈建宏以为他不打算回答了。然后林先生开口了，陈医师，你相信轮回吗？陈建宏愣住了。什么？轮回？林先生抬起头，眼睛里有一种陈建宏看不懂的情绪。人死了之后会重新投胎，带着前世的记忆。林先生，我是医生。我知道你是医生。林先生打断他，但你先听我说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像是在积攒勇气。我太太在怀孕之前曾经梦到过一个女孩。梦？对，连续3个月，每天晚上都梦到同一个女孩，大概7、8岁的样子，短头发，穿着一件红色的洋装，站在一片雾里面看着她。林先生的手指在桌上画着圈。那个女孩在梦里跟我太太说，妈妈，我来找你了。陈建宏的后背泛起一层鸡皮疙瘩。我太太一开始以为自己太想要小孩了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。但后来她去庙里拜拜的时候，问了庙里的老师。庙里的老师？嵩山奉天宫。林先生说，我太太娘家那边很信这个。老师跟她说，那不是普通的梦，是有一个孩子在等她。陈建宏张了张嘴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后来我太太真的怀孕了。林先生继续说，怀孕之后那个梦就停了。我们都觉得可能就只是一个巧合吧。但现在，他没有把话说完。但陈建宏知道他想说什么。现在那个巧合生下来了，生下来就会说话，说不要救我。餐厅里的嘈杂声突然变得遥远起来，像隔了一层厚厚的玻璃。陈建宏坐在那里，觉得自己好像在听一个完全超出他认知范围的故事。林先生，他终于找到自己的声音，你觉得那个梦里的女孩是你女儿的前世？林先生苦笑了一下。陈医师，我是学理工的，我本来也不信这些。但你要我怎么解释现在发生的事？医学检查说他正常，可他就是会说话，一个不到1公斤的早产，用完整的中文句子跟人对话。你说这是医学能解释的吗？陈建宏无法回答。我太太那天说她知道，是因为林先生顿了顿，因为我太太在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有一次产检发现胎儿的脐带绕颈，情况有点危险。医生说可能要考虑提前剖腹。我太太那天晚上哭了一整夜，她跟我说，她说她怕这个孩子留不住。林先生的眼睛红了。他说他梦里那个女孩一直在哭，一直在说妈妈不要放弃我。第2天他去产检，脐带自己绕开了。医生都说这是奇迹。陈建宏坐在那里，脑子里嗡嗡作响。所以你女儿说不要救我，是因为她记得？林先生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。他只是说了一句，陈医师，有些事情可能不是科学能解释的。
那天晚上，陈建宏失眠了。他躺在医院的值班室里，盯着天花板，脑子里反复回荡着林先生说的话。轮回、前世、梦里的女孩、嵩山奉天宫，这些词汇在他一个受过7年医学训练的人脑子里打架，打得天翻地覆。凌晨3点，他实在躺不住了，爬起来穿好衣服，走进了 NICU。隔离间的灯亮着，他走到门前，透过玻璃窗往里看。3号保温箱里，那个女婴醒着，她的小脸转向门口的方向，像在等他。陈建宏的手放在门把上，犹豫了整整30秒。最后他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走了进去。你又来了。女婴的声音从保温箱里传来，细细的，轻轻的，像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。陈建宏走到保温箱前，蹲下来，和那双灰蓝色的眼睛平视。你到底是谁？女婴眨了眨眼睛。我是林婉晴。陈建宏愣了一下，林婉晴？我妈妈给我取的名字。女婴说，她说婉晴是温柔晴朗的意思。陈建宏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他记得林太太在病历上填过宝宝的名字，确实是林婉晴，但这个名字是出生之后才取的。林太太剖腹产后昏迷了5天，醒来之后才跟护理师说了宝宝的名字。这个女婴不可能知道自己的名字，除非你记得出生之后的事？陈建宏的声音在发抖。记得，女婴说，我记得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听到她哭，她说怕我留不住。陈建宏的呼吸停了一瞬。你还记得什么？保温箱里安静了几秒，然后女婴说了一句让陈建宏头皮发麻的话。我还记得上一次我死掉的时候。陈建宏的膝盖一软，整个人跪在了保温箱前。你说什么？女婴的眼睛定定地看着他，那双灰蓝色的瞳孔里映着值班室惨白的灯光。上一次我也是这样，在一个白色的房间里，身上插着管子，很多人围着我。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轻很轻。他们说就不回来了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，再然后我就到了妈妈的肚子里。陈建宏跪在地上，浑身冰凉。他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，医学的、科学的、理性的，但每一个念头都被这个女婴说的话击得粉碎。你记得前世？我不确定那是不是前世。女婴的声音带着一种不属于婴儿的困惑。我只记得那个白色的房间，还有很痛。她的眼眶突然湿了，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滑落，顺着小小的脸颊流到耳朵后面。我不想再痛了。陈建宏看着那滴眼泪，心脏像是被人狠狠攥了一把。他突然理解了那句不要救我是什么意思。不是拒绝，是恐惧，是害怕再一次经历那种无能为力的痛苦。婉晴，他哑着嗓子说，这一次不会痛了，这一次你会好好的。女婴看着他，没有说话。过了很久，他轻轻地闭上了眼睛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陈建宏说，我保证。第二天早上，陈建宏去找了林佳莹。他把昨晚的对话从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包括林婉晴这个名字、脐带绕颈的事，以及那句上一次我死掉的时候。林佳莹听完之后沉默了很久。建宏，他终于开口，你觉得这孩子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陈建宏老实地说，但他的描述太具体了。白色的房间，身上插着管子，很多人围着，这听起来就像 NICU。两个人对视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睛里看到了同样的含义。如果他说的是真的，林佳莹的声音很轻，那他上一世也是在 NICU 里走的。一个早产儿，陈建宏接话，没有就回来。办公室里安静的能听见时钟的滴答声。建宏，林佳莹突然说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？什么事？如果这孩子真的是带着前世的记忆回来的，那他选择投胎到林太太肚子里，是不是意味着他上一世的妈妈也是林太太？陈建宏愣住了，这个念头他从来没有想过。如果林婉晴的前世也是一个早产儿，也没有活下来，
而他的母亲在失去他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，那这一世的林婉晴不就是同一个灵魂回来了吗？你是说林太太以前失去过一个孩子？林佳莹摇了摇头，我不知道，但你可以去问问。陈建宏站起来，二话不说就往7楼跑。林太太正在给女儿喂奶，当然不是亲喂，婉晴还在保温箱里靠鼻胃管进食。但林太太每天都会到 NICU 来，隔着保温箱的玻璃罩跟女儿说话，护理师会把挤出来的母乳通过管子送进婉晴的胃里。陈建宏在病房门口站了一会儿，看着林太太温柔地对着保温箱低语，突然觉得自己接下来要问的问题很残忍，但他还是敲了敲门。林太太。林太太转过头，看到是他，露出一个浅浅的笑容，陈医师，你来了。婉晴今天好像特别乖，都没有哭。林太太，陈建宏打断他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林太太看着他的表情，脸上的笑容慢慢消失了。什么事？陈建宏走进病房，关上门。在婉晴之前，你有没有失去过一个孩子？病房里的空气瞬间凝固了。林太太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，她的手紧紧抓住保温箱的边缘，指节泛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陈建宏的心沉了下去。所以是真的。林太太的眼泪毫无预警地涌了出来，她整个人靠在墙上，慢慢地滑坐在地上，双手捂住脸，发出压抑的哭声。5年前，我怀过一个女儿，7个月的时候早产了，在加护病房待了12天，还是没有留住。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，被哭声切割得支离破碎。她叫林婉晴。陈建宏的脑子嗡的一声。你说什么？那个孩子也叫林婉晴。林太太抬起头，满脸泪水。我给她取的名字婉晴，温柔晴朗。我当时希望她这辈子能过得温柔晴朗。她哭得说不下去。后来她走了，我跟我先生难过了好久，3年后才又怀上这一胎。我跟我先生说，这次不要取名字了，等生下来再说，我怕取了名字又……陈建宏靠在墙上，觉得自己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同一个名字，同一个母亲，同一个灵魂，回来了。林太太，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。你相信轮回吗？林太太抬起头，泪眼模糊地看着他。我本来不信的，她说，但婉晴出生的那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我梦到一个小女孩穿着红色的洋装，站在一片雾里面对我笑，她跟我说，妈妈，我回来了。林太太的声音颤抖着。我醒来之后一直在想，是不是我那个女儿又回来找我了？陈建宏蹲下来，握住她的手。林太太，她轻声说，她回来了。消息还是传出去了。不知道是哪个护理师在跟朋友喝酒的时候说漏了嘴，还是哪个清洁工在走廊上听到了不该听的对话。总之，在婉晴出生后的第15天，一篇标题为《台北新生女婴开口说话，医生吓到倒地》的文章出现在了某个网络论坛上。文章写得绘声绘色，把陈建宏吓瘫在地的细节描写得活灵活现。底下留言炸了锅，胡乱的吧，婴儿怎么可能说话？卡位等后续，这比8点档还精彩。会不会是医院在炒作？我阿妈说小孩带着胎记出生就是前世记忆，这个更猛，直接带整张嘴回来。陈建宏看到文章的时候差点把手机摔了。谁传出去的？他在办公室里咆哮，我们明明封锁了消息。网络时代没有什么封锁得了，林佳莹冷静地说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想清楚怎么回应。回应什么？说对，我们医院有一个会说话的婴儿。谁会信？问题是林佳莹看着他，这件事情是真的。陈建宏闭上了嘴，他说不出话来。因为林佳莹说的对，这件事情是真的。不管多么违背科学，不管多么难以置信，它就是真的。他亲耳听到的。那我们怎么办？他问。林佳莹叹了口气，院长在联络家属。这种事瞒不住的，与其让外面的人乱猜，不如我们自己把能说的说清楚。能说的，比如说婴儿确实有异常的语言表现，
但具体原因还在调查中，医学上暂时无法解释。陈建宏苦笑，这不就是承认了？总比否认之后被揭穿好。林佳莹说。网络上的讨论越烧越烈，有人把文章转发到 Card、PTT、脸书各大社团，标题越来越夸张，马偕医院惊见转世婴儿，早产女婴自带前世记忆，台北 NICU 灵异事件簿。甚至有人翻出了5年前的新闻，一篇关于早产女婴林婉晴不治的报道。2篇报道放在一起，同一个名字，同一个母亲，同一家医院。网络上炸了，靠，这也太巧了吧！所以是同一个灵魂投胎回来，毛毛的。如果是真的，那这个婴儿记得自己上一世怎么死的？楼上别说了，我鸡皮疙瘩掉满地。陈建宏坐在办公室里，翻着这些留言，头痛欲裂。这时候他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还是接了。喂，请问是陈建宏医师吗？电话那头是一个苍老的声音，我是松山奉天宫的住持。我在网络上看到关于那个女婴的消息，我想跟你谈谈。陈建宏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你怎么知道我的电话？林太太的先生跟我说的。老住持的声音很平静，他说你是一个愿意相信的人。陈建宏沉默了几秒。你想谈什么？谈那个孩子。老住持说，谈他为什么回来。陈建宏请了半天假，去了松山奉天宫。这是他人生第一次进庙里问事。以前他觉得这些都是迷信，是落后，是愚昧。但现在，在经历了这半个月的事情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再也没办法用迷信2个字来概括一切了。老住持在偏殿等他，一个70多岁的老人，穿着灰色的长袍，脸上皱纹纵横，但眼睛很亮。陈医师，请坐。陈建宏在老住持对面坐下。店里檀香袅袅，供桌上摆着鲜花和水果，神像在烟雾后面若隐若现。老住持，你找我是为了那个孩子。老住持说，林先生跟我说了事情的经过。他说那个女婴记得上一世的事，记得自己在加护病房里死掉。陈建宏点头。你相信吗？老住持问。陈建宏沉默了一会儿。我以前不信，他说，但现在我不知道。老住持笑了笑。陈医师，你知道佛教怎么说轮回吗？陈建宏摇头。佛教说，人死之后，灵魂会根据生前的业力去往不同的地方。有些人去天道，有些人去地狱，有些人会回来。老住持的声音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偏殿里听得格外清楚。但回来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带着记忆回来。能够带着记忆投胎的，通常是因为上一世有未了的心愿。陈建宏的心跳加快了。未了的心愿，比如说放不下某个人。老住持看着他，那个孩子5年前走的时候，他妈妈一定哭得很伤心吧。陈建宏想起林太太说的话，她叫林婉晴，温柔晴朗，希望她这辈子能过得温柔晴朗。他放不下他妈妈。陈建宏喃喃地说。老住持点头。所以他回来了，带着记忆回来，是为了告诉他妈妈，他很好，他回来了，他不用再难过了。陈建宏坐在那里，眼眶突然湿了。可是他哑着嗓子说，他说不要救我，他说他怕痛。老住持叹了口气，那是因为他还记得上一世最后的痛苦。陈医师，你想过没有，一个婴儿带着死亡的记忆出生，那是多么大的恐惧。陈建宏没有说话，他想起婉晴说那句话时的表情，那双灰蓝色的眼睛里是超越年龄的真真切切的恐惧。那我们能帮他什么？他问。老住持微笑着说了一句话，让他知道这一次不一样了。陈建宏回到医院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他直接去了 NICU。隔离间的灯还亮着，林太太坐在保温箱旁边，手轻轻贴在玻璃罩上，对着里面低声说话。婉晴醒着。陈建宏走进去的时候，正好听见婉晴用那细细的声音说，妈妈，不要哭。林太太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妈妈不哭，妈妈是高兴。她哽咽着说，婉晴，妈妈好想你。
陈建宏站在门口，没有打扰他们。他看着这一幕，一个母亲和她的女儿隔着一层保温箱的玻璃，说着只有他们两个能听懂的话。一个是失而复得的母亲，一个是带着前世记忆回来的孩子。这一刻，所有的医学常识，所有的科学理性，所有他曾经坚信不疑的东西，都变得不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这个孩子回来了。重要的是，这一次他会活下来。陈医师。林太太转过头，看到是他，擦了擦眼泪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，愿意相信他。林太太说，其他人都把他当成怪物，只有你蹲下来跟他说话，你叫他婉晴。陈建宏走过去，站在保温箱的另一边。婉晴转过头来看他，小小的脸上露出一个几乎看不出来的笑容。陈医师，你答应过我的。答应你什么？你说这一次不会痛了。陈建宏蹲下来，隔着玻璃对他说，对，我答应过你，这一次不会痛了。你会好好的长大，会去上学，会交朋友，会过一个温柔晴朗的人生。婉晴的眼睛亮了亮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陈建宏说，我保证。3个月后，林婉晴出院了。出院的时候，她的体重已经长到了2800公克，虽然还是比同龄的足月儿小一圈，但已经不再是那个随时可能离开的小生命了。她的呼吸平稳，心跳有力，哭声响亮，和所有正常的婴儿一样。唯一不同的是，她还是会说话，但她的话越来越少了。林太太说，随着时间过去，婉晴说话的频率在慢慢降低。从一开始的每天好几次，到后来一天一次，再到后来好几天一次。他好像在忘记。忘记什么？陈建宏问。忘记上一世的事。林太太说，老住持说，这是正常的。随着他在这一世待得越久，前世的记忆就会慢慢消退，到最后他就会变成一个普通的孩子。陈建宏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林太太抱着婉晴坐上车。婉晴从妈妈的怀里探出头来，对着陈建宏挥了挥小手。陈医师，再见。再见，婉晴。陈建宏笑着说，要好好的。车子开走了。陈建宏站在那里，看着车尾灯消失在街角，心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情绪。他想起这3个月发生的一切，那个凌晨2点17分的声音，那间隔离的保温箱，嵩山奉天宫的檀香，老住持说的话。他想，也许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真的不是科学能解释的，也许有些灵魂真的会为了未了的心愿回来，也许，只是也许，死亡不是终点。他掏出手机，打开那个已经沉寂了很久的网络论坛。那篇关于新生女婴开口说话的文章底下，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个匿名用户留的。我阿妈以前跟我说过一句话，每一个孩子都是带着故事来的，只是大部分孩子选择把故事忘记。陈建宏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，然后他关掉手机，走回了医院。NICU 的灯还亮着，又一个早产儿被推了进来，又一群医护人员围了上去，又一个家庭在走廊里焦急的等待。陈建宏穿上白袍，戴上口罩，走进了那个永远亮着灯的房间。交给我吧，他对值班的护理师说。6年后，台北某个小学的校门口，一个扎着马尾的小女孩蹦蹦跳跳的跑了出来。妈妈，她扑进一个女人的怀里，我今天考了100分。林太太笑着摸了摸女儿的头，婉晴好棒。小女孩抬起头，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。她的眼睛黑亮亮的，笑起来的时候会弯成2道月牙，和所有6岁的孩子一样天真、快乐、无忧无虑。妈妈，她突然说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我梦到一个白色的房间，有很多小小的床，还有一个叔叔蹲在床边跟我说话。林太太的心跳漏了一拍。那个叔叔说了什么？小女孩歪着头想了想。他说，这一次不会痛了。林太太的眼泪毫无预警地涌了出来。妈妈，你怎么哭了？小女孩慌了，我做错什么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林太太赶紧擦了擦眼泪，把女儿紧紧抱在怀里。你没有做错，妈妈只是高兴。小女孩懵懵懂懂地靠在妈妈怀里，不知道妈妈为什么哭，
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梦到那个白色的房间。他只知道被妈妈抱着的时候，心里很暖，很暖，很安心，就好像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好久。全文完。